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王鶴棣藏10年女友曝光，為結婚與公司鬧掰，合照流出，網友驚呆。王鶴棣又被推到風口浪尖了。這次的事情根子還是出在他那個綜藝裡的表現，很多人覺得他說話太直，不夠圓滑，跟那些老油條比起來，顯得有點愣。不對，應該說是那種完全沒打算掩飾的真性情，在一個講究流程和劇本的環境裡，就顯得格外扎眼。娛樂圈裡混久了的人都知道，鏡頭前說每句話都得過腦子。王鶴棣倒好，腦子裡好像裝了根直線，想到什麼就往外蹦。這種性格放在酒桌上叫爽快，放在綜藝裡那就是定時炸彈。節目裡有個環節，需要嘉賓互相點評表現，其他人都在打太極，繞來繞去說些場面話。輪到王鶴棣，他張嘴就來了一句：“你剛才那個動作看起來挺帥，但實際沒什麼用。”場面當場就冷下來了。彈幕裡有人罵他情商低，也有人誇他真實。我覺得這事兒挺有意思。你說他不懂人情世故吧？他在劇組跟工作人員打招呼，笑得比誰都燦爛。你說他懂吧？偏偏在鏡頭前，該裝的場合他偏不裝。這種反差放在其他藝人身上叫立人設，放在他身上怎麼看都像本色出演。網上那些罵他的人，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句：不尊重前輩，沒教養，太狂妄。可你要真看了完整節目，會發現他對誰都很禮貌，就是嘴太快，藏不住東西。這就像你家裡有個小孩，大人問他作業怎麼沒做完，他直接說：“因為我跟隔壁小花玩去了。”實話實說，但你聽了想揍他。當然，粉絲也有自己的說法，他們覺得這是真性情，是娛樂圈難得的一股清流。這話也對也不對，對的是，現在圈子裡確實太多假面人，王鶴棣這種敢說敢做的確實稀缺。不對的是，這行當歸根結底是個服務業，你得對得起甲方提供的平台，對得起觀眾的時間，有時候圓滑點反而是種職業素養。說到職業素養，我倒是想起另一件事。王鶴棣拍戲時有個習慣，每天收工後會把第二天的劇本翻來覆去看，用熒光筆把重要的情緒轉折點標出來。這個細節是劇組一個場務說的，不一定可靠，但至少說明他不是那種光靠臉吃飯的流量。你看他這個人的軌跡，從流星花園出道，一開始被罵得狗血淋頭，說他是最醜道明寺，後來蒼蘭訣爆了，大家又誇他演技進步大。現在上綜藝惹了爭議，又開始群嘲，這起起落落的像坐過山車，他自己倒是穩得住，該拍戲拍戲，沒見出來喊冤賣慘。我總覺得大眾對公眾人物的期待有時候很分裂，一方面希望他們真實接地氣，一方面又要求他們完美無瑕。這種矛盾放在王鶴棣身上就特別明顯。你想啊，如果他在節目裡跟老油條一樣打太極，粉絲又會說他裝。現在他真實了，大眾又說他不尊重人，這活兒不好幹。最後說回那檔綜藝，其實節目組心裡門兒清，王鶴棣這種性格就是天然的話題製造機。你看剪輯出來的效果，每一期都有他的爭議點掛在熱搜上，彈幕裡吵得越兇，播放量越高。所以你說這事到底是王鶴棣的鍋，還是背後那股推波助瀾的力量呢？一個叫張一鳴的男人在跟一堆大佬聊天的時候，說自己跟太太的感情就是被時間過濾出來的。話說得很輕巧，但仔細咂摸一下，這兄弟的操作其實是用10年時間賭一個結果。他還在南開讀本科的時候，大姨就覺得這姑娘靠譜，不是那種一見鍾情要死要活的戲碼，
他的判斷方式更像個做產品的，先看核心功能。同班同學，電子工程專業，智商在線，性格合拍，這些硬指標都達標，然後就開始了漫長的測試期。從大學到打工，從北京到上海再到北京，搬了好幾次家。張一鳴自己的說法是，純粹是因為跟女朋友在一起很舒服，於是就想一直在一塊。這話說出來，很多人都覺得太樸素了。但仔細想想，創業圈那些所謂的神仙眷侶，真沒幾個能扛得住這10年的瑣碎。張一鳴後來做今日頭條，忙到飛起，但他說自己從來不用加班太晚或者太累了這種借口逃避陪伴。每週二固定約會，這個傳統保持了8年。對，就是把每週二硬生生從日程裡摳出來，跟開董事會一樣雷打不動。很多人覺得搞技術的直男不懂浪漫，張一鳴確實不懂。他不會送花，不會說情話，據說連求婚都很直接，就是某個普通日子，問了句咱們結婚吧，對方說好，然後就領證了，戒指都沒買就挺離譜的。但你看他做的事，10年，身邊的人從同學變成太太，從2個人變成一家人。他那些所謂的浪漫，全藏在日復一日的選擇裡。選大學的時候，他選了跟他同一所學校；選創業方向的時候，他選了能跟他待在同一個城市的機會；選結婚的時候，他選了最沒有儀式感但最實在的方式。如果非要用一個詞概括張一鳴的婚戀觀，我覺得是確定性。這人一輩子都在跟不確定性打交道，算法推薦、商業模式、市場競爭，全是變量。但在感情這件事上，他極度厭惡風險，找對人，然後就不變了。有點像那些把自己鎖在船桅上聽塞人歌聲的水手，早就把誘惑的源頭給掐了。很多人問，為什麼會是他？張一鳴的回答是，他在人群中就是不一樣的。這聽起來像廢話，但如果你仔細觀察過他的行為模式，會發現他說的是真話。他在篩選合夥人、招聘員工、投資項目的所有邏輯，用的其實都是同一套框架，看長期價值，看底層能力，看是否匹配。感情只是這套框架在生活裡的一次遷移。所以他不追求激情刺激，那些東西短期爆發力強但衰減也快。他要的是複利，一個能跟自己聊得來、扛得住、處得久的人，這就是他眼裡最大的收益。現在回頭看，那條10年女友的熱搜，本質上不是八卦，而是一個商業邏輯在個人生活裡的極致演繹。用10年時間做一個選擇，然後用餘生去執行。這事兒放在戀愛裡聽着挺酷的，但如果放在一個1000億市值公司的創始人身上，這其實是他最不浪漫的部分。他把最私密的人生決定也做成了效率最優的項目。狗子劉大錘在直播裡信誓旦旦，2人沒分。王鶴棣曾因為想和這位素人女友結婚，直接跟經紀公司鬧掰了。消息放出來的時候，網上直接就炸了。等到那張合照被人甩到首頁，更多人腦子裡只剩一句話：怎麼是他？一個演《流星花園》到名次出道的男生，後來靠《蒼蘭訣》把自己從谷底撈了上來。王鶴棣的職業生涯，過山車這3個字都不太夠形容。《蒼蘭訣》播出之前，他基本上已經被華道帶爆、衛報那一欄裡了。綜藝裡瘋瘋癲癲的演了幾部劇，水花不大，評價倒是2極分化的厲害。那部讓他拿到最初關注度的新版《流星花園》，現在回看更像是資本硬捧的產物。柴智屏的招牌加上 F4 的集體包裝，可惜劇本魔改，台詞尷尬，豆瓣評分3.3，連及格線都沒摸到。但也就是這部劇讓他有了新版道明寺的標籤，雖然這個標籤，說實話，
好壞參半。之後接的戲沒什麼存在感。江夜二的寧缺，他演得用力過猛，被原著粉追着罵。理智派生活裡演小奶狗，人設是好的，但劇情平庸，沒掀起什麼浪花。那段時間他的資源其實不差，背靠大公司，綜藝、熱劇都能沾邊，但就是缺那麼一口氣，缺一個真正能打的本子和一場爆發式的表演。蒼蘭訣就是那口氣，不對，應該說是那場台風。播出前誰都不看好，原著是晉江早年的大女主文，劇版改了框架，加了大量原創劇情，連男主的人設都從原來的霸總改成了腹黑瘋批，這操作風險大到離譜，但偏偏就成了。王鶴棣那個東方青蒼，冷臉狠絕，偶爾流露出的脆弱，節奏感卡得死死的。尤其是他那段水下吻戲，整個就一個大拇指，直接把他從古裝醜男的名單裡踢了出去，送上了古裝美男的新賽道。一夜之間，所有社交平台都在刷他的表情包，他的轉圈圈，他的戰損妝，代言從3個蹦到10幾個，雜誌封面上了個遍。那陣勢，連他自己後面接受採訪都說有點猛，大起大落，心驚肉跳。一堆人擠在娛樂圈門口，不是誰都能熬出頭。時間倒回2017年，一個叫王鶴棣的四川小伙從選秀綜藝超次元偶像裡走了出來。那時候沒人拿正眼看他，節目熱度稀鬆平常，他那個冠軍頭銜掛在身上輕飄飄的，沒什麼分量。不對，應該說那會兒連個正經機會都撈不着。同批選秀出來的已經有幾個接戲接到手軟，他倒好，還在各種小劇組裡打轉。這種落差放在一般人身上早就洩氣了，但他身上有股勁兒，不是那種咬牙切齒的狠，更像是街邊打折時大媽搶貨的人，不管排多久的隊，只要東西還在，就得攥手裡。那之後幾年，他演的幾部戲都撲得無聲無息。有一個角色是古裝劇裡的男3號，造型雷的人外焦裡嫩，劇情更是稀碎，播出後豆瓣評分都沒過5。圈裡人都明白，這種戲拍一部就是給履歷添一筆黑歷史。可他還是一部部接着演，連個水花都濺不起來。有個朋友在劇組幹過後期，說見過他在片場休息時蹲在角落裡啃劇本，眉頭擰成麻花，嘴裡念叨着台詞，活像個走火入魔的舞痴。轉折點來得毫無徵兆。2022年《蒼蘭訣》上線，他在裡面演那個霸道又深情的東方青蒼。換別人演這種角色，稍不留神就是油膩加面癱。他演出來呢，是那種骨子裡的冷，眼裡偶爾閃過的溫柔，讓人覺得這人背後藏着一片海。劇播出沒幾天，微博熱搜榜上他的名字就沒下來過，各種數據蹭蹭往上漲，像坐了火箭。那個曾經站在選秀台上不知所措的四川子，這回是真的火了。但更讓人咂摸的是火這個字給他的分量，他沒急着接代言，上綜藝撈錢，反而沉下來挑劇本，選了《浮屠緣》那樣需要真功夫的戲。這路數不像一般暴發戶娛樂圈速紅那種幹的事。要說這人最絕的是那股子穩當。你看他從2017到2022中間這5年，換了別人早轉行了，他卻硬生生熬到了春暖花開。現在回頭看，那些撲街戲、跑龍套的日子，反倒成了他演技裡最厚的底子。有些演員的紅是風吹起來的氣球，看着大，一扎就破。他的呢，是石頭裡蹦出來的，硬，不怕錘。那時候的他是典型的天選之子，出道即巔峰，柴智屏親自點名，讓他演新版《流星花園》的道明寺。這個起點高得有點離譜。
多少人混了10年，連個男3號都夠不上。他倒好，上來就是男1，還是那種國民級 IP 的核心角色。不對，應該說他接的這活兒，放在整個偶像劇史上都算燙手山芋。原版道明寺有多深入人心，翻拍版就會被罵得多慘。他那時候大概20出頭，臉上還帶着沒完全褪乾淨的少年氣，眼睛裡全是野心和忐忑混在一起的複雜味道。後來呢？戲播了，鋪天蓋地的比較，說他不如言承旭的有，說造型土的有，說演技尬的更是一抓一大把。他倒也沒怎麼辯解，就那麼扛着繼續拍戲，偶爾在綜藝裡露個臉，笑起來還是那副憨憨的樣子。講個細節吧，有次採訪，記者問他演道明寺壓力大不大，他沒打官腔，撓了撓後腦勺說反正都接了，硬着頭皮上背。那個撓頭的動作特自然，不像演的。現在回頭想想，那大概就是他性格裡最真實的那一面，知道前面是坑，但既然跳了，就不帶怕的。雖然這版翻拍在國內爭議不小，但在海外市場，那是實實在在的爆了。王鶴棣這3個字開始被內娛記住，不對，應該說早在《蒼蘭訣》那會兒，圈裡就有人盯上他了。只不過這次動靜更大，大得有點離譜。想想也是，一個20出頭的小伙子，頂着翻拍經典的壓力，愣是把一個被嚼爛了的角色演出了新味道。這活不好幹，換誰來都得掉層皮。他那張臉，說實話挺有辨識度，不是那種流水線帥哥，帶着點混血感，又有點痞氣。這種長相放古裝裡特別吃香，不信你翻翻那些經典武俠劇，男主角哪個不是眉目間帶點野性？但光靠臉不行。現在觀眾精得很，流量那套早過時了。他能撐住，靠的還是那股子勁。拍戲時泡在劇組不出來，台詞練到嗓子啞，這些細節外人看不到，但戲一出來，全寫在臉上。海外那幫老外反應比較直接，社交媒體上他的片段被瘋轉，評論區全是不認識的中文名，有人扒他的穿搭，有人學他的髮型，還專門有人做反應視頻。一個中國演員能在海外有這待遇，這幾年不多見。國內輿論倒是挺有意思，一邊是資深劇迷挑刺，嫌改編不夠尊重原作，另一邊是路人粉刷屏，說看個樂子就行。兩邊吵歸吵，熱度倒是實打實的。要說爭議，其實不是壞事，有爭議才有討論，有討論才有流量。娛樂圈混久了都明白，沒人罵才是最可怕的。王鶴棣這條路走得挺聰明，不跟風偶像劇，不硬凹人設，就老老實實拍戲，作品說話比啥都強。現在就看後續了，能不能穩住，還得靠下一部戲。但他真正的封神之戰，還得是2022年那部殺瘋了的那部作品《蒼蘭訣》。東方青蒼這角色，王鶴棣演出來就是另一個層級的東西。3屆第一魔頭，拔情絕愛，武力值天花板，這些設定單拎出來哪個不是爛大街的？但他硬是讓一個紙片人活過來了。打個比方，那個眼神切換，上一秒還是冷得像冰窖，下一秒就能柔得能滴出水來。不對，應該是那種帶着骨子裡的傲氣。很多演員演高冷就知道面癱，他不一樣，他是用微表情在傳遞那種我看你一眼都嫌浪費時間的勁兒。動作戲也是，威亞吊的那麼多人都會，但他飛起來的時候是帶氣場的，落地那一下，肩膀的幅度，手指的細節，每一個轉身都帶着殺意。不對，也不能說殺意，是一種蔑視，對世間所有規則的蔑視。這片子火，除了劇情本身夠新鮮，服化道給力，最核心的就是他撐住了這個角色。換個別人來，
可能就演成了另一個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模板。但他把魔尊這個詞重新定義了。現在回想第一集，那個在暗獄裡睜開眼的瞬間，觀眾基本就知道這劇穩了。一個頂級仙魔的狂傲人設崩塌了，偏偏遇上個小蘭花，那種本作為了你，甘願受雙妍定之刑的反差感，讓無數觀眾垂直入坑。這不是什麼新鮮事，這些年觀眾早被各路霸總、魔尊、戰神餵飽了，冷面深情玩脫了就成了面癱。但東方青蒼不一樣，他的狠是真狠，殺伐果斷，三界聞風喪膽。然後呢，一個傻白甜小仙女，愣是把這塊鐵板撬開了縫。那種感覺，不對，應該說，那種反差不是劇本寫出來的，是演員在鏡頭前硬生生擠出來的。王鶴棣當初演得多緊繃啊，眼神都帶着殺氣，後來對着小蘭花嘴角一抽，完了，全網淪陷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雙妍定那場戲其實就是個轉折點，觀眾要的不是他多慘，是他甘願慘。這邏輯很玄妙，一個主宰生死的強者，突然把命交出去，比什麼山盟海誓都管用。我琢磨着，是不是觀眾心裡都有點隱秘的征服慾？看着高高在上的神祇被一個普通姑娘拽下凡塵，這比什麼宮鬥宅鬥都過癮得多。開播10天，直接漲粉近100萬，單日23萬的進賬速度，愛某一平台的破萬紀錄都被他踩在腳下了。豆瓣8.1分，74萬人打分，這個數字還在往上爬。不對，應該說，這劇的火爆早就不需要數據來證明，但數據擺在那，它就是硬邦邦的事實。74萬人，愛某一那些大熱劇集裡也沒幾個能湊齊這個量級。最快破萬紀錄，這個詞組本身就帶着點碾壓的味道。你還在想這劇會不會是黑馬的時候，他已經跑完了全程。那個主演，開播前可能就是個普通演員，現在走在街上都得戴墨鏡。10天，從一個名字變成一種現象，這種速度，娛樂圈裡幾年才出一個。8.1分不算封神，但74萬人打分還能穩住這個分數，說明不是單純粉絲刷出來的，水分沒那麼大。古偶劇這個賽道，數據能打成這樣，基本就是開着推土機進場了。那一年，王鶴棣算是徹底翻了身，不對，應該說是踩着一堆爛攤子硬生生站起來了。古偶醜男，愛演技，這倆標籤死死貼在了王鶴棣身上。玉龍那會兒，他的演技怎麼說呢？像塊木頭，不對，像台機器，按照設定好的程序在運行。瞪眼、皺眉，嘴角微微上揚，每一步都精準，就是沒有活人氣兒。網友罵得挺狠，說他是 CG 建模臉，動起來還不如靜態的截圖。他的戲份我看了幾段，那個龍王本該是深情又霸氣的，到他這兒成了面無表情的 NPC。跟女主對戲的時候，眼神空洞的能裝下整個橫店的攝影棚。有人說這不能全怪他，導演也有問題，但說實話，演員自己沒揣摩透角色，誰也救不了。但也得承認，他那張臉確實適合古裝，五官立體，輪廓分明，就是動起來差點意思，像一把好刀，沒開刃。那段時間，網上鋪天蓋地的吐槽，他應該也看到了，不知道他怎麼消化這些的。反正後來接的戲，能看出他在用力改變。蒼蘭訣還沒播的時候，很多人不看好，覺得他又要翻車。結果呢，打臉了，東方青蒼火了。那個面癱的龍王突然有了表情，有了微表情，眼神裡有戲了，嘴角的抽搐都帶着情緒。大家開始討論他的 King 式演法，說他把霸總演出了新高度。其實哪有什麼新高度，他就是開竅了，知道怎麼用自己的臉去表達東西了。
我回想了一下，他改變最大的地方是眼睛裡有了內容，之前是空洞的，現在是能讓人看出他在想什麼。憤怒的時候，眼睛會發紅，不是紅眼影那種，是情緒頂上去的血絲感。悲傷的時候，眼眶會先泛淚，然後忍着不掉下來。這些小細節，在玉龍裡一個都沒有。有人說是配音救了他，我不這麼看。配音能加分，但眼神和微表情是配音給不了的。你看他哭戲的那幾場，台詞都沒念完，觀眾先跟着難受了。這種感染力，純靠配音可不行。他運氣也挺好，蒼蘭覺得製作團隊確實靠譜。服化道在線，導演會調教演員，對手戲演員也帶感。但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，他要是還保持玉龍那個狀態，換誰來都救不了。一個演員的成長，有時候就是一部戲的事兒。從全網嘲到全網誇，中間隔的不是運氣，是實打實的改變。王鶴棣算是給後來人打了個樣，被罵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知道改。據說他後面還有好幾部戲待播，不知道能不能維持住這個勢頭。希望他能記住玉龍的教訓，別讓愛演技再回來。一個職業跨度被重新定義了，古歐美男不再是單薄的臉譜，成了某個演員的專屬標籤。商業演出的邀請函堆成小山，處理不過來。代言合作的名字一個接一個冒出來，挑花了眼。不對，應該說競爭者的數量在減少，但單子反而更多了。這不是簡單的供需變化，是整個行業的審美在往某個方向收斂。內於新一代頂流的位置，默認鎖死。但有個說法叫小紅靠捧，大紅靠命，長紅靠德。王鶴棣手裡那把牌，怎麼看都是天胡。爆紅之後資源餵到嘴邊，流量熱度攥在手心，按理說隨便出張牌都能贏。可最近幾場戲，幾個採訪看下來，不對，應該說那股子還沒被娛樂圈沒完的稜角開始往外戳人了。以前覺得那是真性情，不裝，跟那些流水線出來的愛豆不是一個路數。現在再看，真性情和沒分寸之間，有時候就差一層窗戶紙。他好像沒意識到，鏡頭不是自家客廳，觀眾也不是陪他鬧的哥們。某個綜藝裡，他接梗接得生猛，直接把搭檔晾在台上，氣氛冷得能結冰。彈幕刷哈哈哈，好真實的，跟刷這情商也太低的，差不多一半一半。這玩意兒怎麼說？當你還是新人，這叫率真；當你成了頂流，這就叫不會做人。演戲這塊兒更讓人捏把汗。新劇路透出來，表情管理偶爾滑坡，情緒一上來就五官亂飛。粉絲拿年輕演員需要成長空間來護，這話聽着熟。太多人拿他當過遮羞布，最後都蓋不住了。天賦再好的演員，也經不起一部接一部的消耗，何況他那個路子本來就更吃爆發力而不是細膩度。團隊接的資源也透着股急躁，全是古偶大男主，人設一個比一個炸裂，但角色厚度基本為零。這就像廚子只管往鍋裡扔最好的料，卻不管火候，最後端出來的菜永遠是半生不熟的。觀眾嘗鮮可以，吃多了肯定會膩。說白了，王鶴棣現在站的位置，前頭是萬丈光芒，腳下也是冰面。稍微一鬆勁，或者太使勁，冰就裂了。他沒時間慢慢學，但這行最殘酷的地方就在於，不會給人留出學習的時間。每個人都在盯着他下一步怎麼走，是掉進冰窟窿，還是踩實了往前走。網上開始出現各種聲音，說他商演划水，代言割韭菜，甚至把潮牌店開成了韭菜店，定價離譜被群嘲。商演的時候，他站台上就跟個木樁似的，動作能省就省，表情管理直接下線。不對，應該說那根本就不是管理，
是放棄治療。粉絲花真金白銀買票，就為了看這個。代言更別提了，什麼微商品牌、三無面膜，只要給錢就接，也不管產品安不安全，反正連往那一擺，鈔票就嘩嘩進賬。這哪是代言，分明是拿粉絲當傻子。潮牌店這是最絕，一件普通衛衣，面料摸起來也就那樣，標價2-3千，掛個他的 logo， 瞬間身價翻倍。你要是敢說貴，他粉絲立刻來對。你懂設計嗎？這可是限量款。可回頭看看銷量，除了剛開業的鐵粉衝一波，後面基本涼了，庫存積壓，打折都沒人要。這波韭菜割得很，淡的都刨禿了。從萬眾矚目的月尊大人到口碑微妙，這速度比他紅得還快。他親手把一手好牌打了個稀碎。不對，應該說他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把牌一張張撕了扔桌上。2022年那部劇火成什麼樣，不用我多說了吧？王鶴棣演的那個角色，簡直是從小說封面裡摳出來的，又瘋又帥又深情。那會兒全網都在喊月尊大人，他微博粉絲2天漲了快200萬。然後呢？然後就是一系列讓人看不懂的操作。別人爆紅後都拼命接好本子鞏固地位，他倒好，一頭扎進了綜藝和代言裡。不是說他不能接商業活動，但那個頻率就跟趕場似的。今天這個綜藝當常駐，明天那個綜藝當飛行嘉賓，後天又一個品牌的直播。粉絲們等啊等，終於等到新戲官宣，結果一看，古裝魔幻喜劇。你非說古裝魔幻喜劇不能拍，那也沒道理。但問題是質量啊，那部戲服化到跟鬧着玩似的，劇情更是被他自己的粉絲吐槽成兒童劇。豆瓣評分掛那兒，他沒吭聲，團隊也沒吭聲。更微妙的是那部現代劇，搭檔是個有演技底子的女演員，大家都覺得穩了。結果播出後，表情包比劇本身還火。他演的那個霸道總裁，瞪眼、皺眉、壁咚3件套，被短視頻博主們玩出了花。有人說他演技退步，不對，這詞兒不準確，應該是沒進步。從頭到尾就那3板斧，跟出道時一模一樣。他那張臉還是能打的，但這娛樂圈光靠臉能撐多久？看看那些真正站穩的，哪個不是一邊刷臉一邊刷作品？他倒好，刷臉刷得飛起，作品一個比一個懸。最要命的是，他對這些評價的態度。有次採訪，記者問他怎麼看網友說他演技浮誇，他直接對回去：“我演的又不是正劇，幹嘛那麼較真？”這話一出，路人緣又掉一截。作為一個外部觀察者，我不得不說，這話聽着既沒情商也不夠職業。真正的大職業，什麼時候會對觀眾說別較真？粉絲還在替他解釋，說他一直這麼真性情。但真性情和沒腦子是兩回事。他出道前在燒烤店打工的照片被挖出來，大家都覺得這孩子挺接地氣。現在呢，住着豪宅，開着豪車，採訪裡張口閉口，我認為跟當初那個靦腆小伙子判若兩人。紅得太快，人容易飄，這話在他身上應驗得徹徹底底。娛樂圈更新換代多快啊！他那爆紅的角色就跟一場煙花似的，亮是亮，但不持久。他要是再不把心思放回演戲上，下一茬新人冒出來，誰還記得月尊大人？然而，這只是個開始，更猛烈的暴風雨還在後面等着他。導火索在今年7月初的一檔綜藝裡就埋下了。親愛的客棧2026收官的時候，節目組給主理人王鶴棣頒了個搞笑獎，名字叫最佳你只是個王鶴棣獎。沈月那幫人還在邊上起哄，說他們私下拉了個小群，專門用來吐槽的，裡面就缺王鶴棣一個。
說實話，這種諧音梗在真朋友之間就是個日常操作。後來他們自己也說了，那個群不是孤立誰，是在給那哥們準備驚喜。可他偏要把事情往壞處想。節目播完，凌晨他發了條動態，就一句話，當時確實不舒服。工作室火速轉發，配文5個字：敏感不是軟弱，我們要學會表達。沈月和王鶴棣那點事，本來就是個玩笑話，結果被正主一鬧，直接升級成帶頭孤立的陰謀論了。事情是這樣的，有網友翻出沈月在某次採訪裡說過的話，大概意思是王鶴棣在片場有點難搞，不太合群。這話放出來，粉絲可不幹了，瞬間炸毛。但仔細想想，沈月那語氣明顯是朋友間吐槽，帶點調侃的味道。可到了有心人眼裡，就成了實錘。王鶴棣那邊也是直接下場回應，說有些玩笑並不好笑。這話一出，等於把沈月架火上烤。網絡這東西，一旦有了對立面，就開始不講道理。沈月被罵茶藝大師，王鶴棣被說玻璃心，兩邊粉絲掐得你死我活。其實最無辜的是那些路人，本來吃個瓜，結果被塞了一嘴陰謀論。什麼沈月嫉妒王鶴棣資源好，兩人早就有矛盾，一個個說的跟親眼見過似的。我覺得吧，娛樂圈的友情本來就脆弱，經不起這麼折騰。一句玩笑話，轉眼就能變成刀。這年頭，明星連說句實話的權利都沒有了。明明只是朋友間的調侃，硬生生被解讀成宮鬥大戲。不過想想也正常，粉絲眼裡容不得沙子，誰敢說自己偶像半點不好，那就是敵人。沈月這回算是踩雷了，估計以後說話的三思。王鶴棣呢，也落得個開不起玩笑的名聲，雙輸唄。沈月這波操作，說實話看笑了，連夜發文道歉，還整出句王鶴棣在我心裡是十項全能，這語氣低到塵埃裡了。起因是他在節目裡說了點啥，具體細節網上都扒爛了，反正就是他那嘴又沒把門。要說這事有多大，也不至於，但粉絲不幹了，直接衝到他評論區開火。沈月這性格，從他之前那些採訪也能看出點端倪，說話不過腦子，事後又慫得飛快。十項全能這4個字，聽着像吹彩虹屁，其實更像怕事態升級的保命符。王鶴棣那邊倒是沒咋回應，估計也覺得沒必要。但沈月這欠到的，咋說呢？就像小時候闖了禍，被老師抓到，趕緊說我錯了，其實心裡可能還犯嘀咕。公眾人物最難的就是這關，隨口一句話，可能就得花幾天甚至更久去解釋。他不是第一次幹這種事了，之前也鬧過類似的笑話。這次能平安落地，全靠態度夠軟，但下次呢？娛樂圈的交情，有時候真經不起一句不恰當的玩笑。沈月這次算是領教了，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真的長記性。互聯網這玩意，最大的功能就是存檔。任何話，任何事，只要上傳了，就別想輕易刪乾淨。所以當一群人開始瘋狂輸出的時候，總有人會默默翻出舊賬本。回旋鏢式打臉，是網友最擅長的技能。事情剛開始，可能只是一場粉絲間的混戰，吵來吵去也就那點破事。但問題在於，吵架的時候，雙方都會拼命找對方的黑歷史，越挖越深，越挖越猛。這時候，互聯網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檔案室，你永遠不知道誰會在某個深夜把你幾年前發的一條微博截圖出來，配上幾個字，當初不是這麼說的吧？這種操作在飯圈叫考古，在路人眼裡叫樂子。但事情往往不會停在考古階段，一旦證據被公開，輿論就會迅速轉向。原本支持你的人，看到那些截圖，可能會沉默，
可能會反問，甚至會反過來罵你。這才是回旋鏢最狠的地方，他不打陌生人，專打自己人。很多人以為時間能抹平一切，但在互聯網時代，時間只是給檔案加了層灰。你一動，灰就散了，底下的字清清楚楚。所以有些事不是不報，是時候未到，而時候到了，回旋鏢就飛回來了。王鶴棣這個人，嘴上掛着一句這個梗讓我不舒服，扭頭就拿諧音梗去捅別人肺管子。他自己玩起來，那尺度可一點都不小，甚至有點沒收住的意思。早年節目裡，他當着女嘉賓的面，用胖這種詞去接人家的身材梗，對方臉上掛不住，他還覺得是對方玩不起。不對，應該說，他那時候連玩不起這3個字都懶得藏，直接寫在臉上。後來採訪裡，他又拿同組演員的方言當笑料，明明人家已經有點尷尬，他還在那反覆模仿，非得把場子弄冷才算完。這個圈子裡，雙標其實不稀奇，但雙標到這麼理直氣壯的，倒也不多見。他那個不舒服的開關，好像只對着別人開，到自己這兒就自動失靈了。你要是翻他早期直播，能看到他對着鏡頭直接拿工作人員的身高打趣。彈幕裡粉絲刷哈哈哈哈，他越說越起勁，完全沒注意到旁邊那位已經低頭不說話了。有人替他洗，說這是真性情，但真性情和沒分寸之間，其實就隔着一層薄薄的紙。他倒好，把這層紙直接撕了，還踩兩腳。現在大家回過味來了，原來他喊不舒服的時候，不是真的不舒服，是怕別人拿他當靶子。他自己開起玩笑來，那叫一個熟練，熟練到讓人覺得他平時沒少練。沈月這事兒扒得挺深。流星花園那會兒，有人直接把照片甩出來了，他就在他面前一根接一根的抽，煙全往他臉上吐，那叫一個自然，好像他就該吸着2手煙配合他演戲。這種細節，擱現在叫霸凌，擱以前呢，沒人當回事。但現在不一樣了，網友翻舊賬的本事比考古學家還狠，一張圖，一個動作，能給你拆出18層意思來。沈月當時什麼反應？照片裡看不清楚，但能忍着不說話，說明這圈子裡的規矩比煙味還嗆人。那段視頻我反覆看了3遍，不是想確認什麼，只是覺得有些東西的在腦子裡多留一會兒。遊戲的環節裡，有人故意伸了腳，不是碰巧，是瞄準了那個人的落點，然後就是拖行。人在鏡頭裡像個被拖拽的物件，膝蓋在地上刮過去，腦袋差點磕在牆拐上。現場應該有笑聲的，這種遊戲環節，笑聲是標配。但笑聲底下裹着的東西，很多人可能沒來得及細想。一個成年男性對一個女性在遊戲裡動這種手腳，不對，應該說這不是遊戲的事了。遊戲是什麼？遊戲是有規則邊界的。當規則被單方面撕掉，剩下的就是純粹的惡意。那個動作的力度不是開玩笑的，絆倒之後沒有收手，反而加大了拖拽的幅度。牆角如果近2寸，後果大概不是擦傷那麼輕巧。主持人的反應很有意思，沒有中斷，沒有質問，甚至沒有表現出注意到什麼。流程在繼續，笑聲在繼續，仿佛什麼都沒發生。這大概就是最讓人後背發涼的部分。某些暴力在眾目睽睽之下被默認為節目效果的一部分。當事人事後說沒事，直播間裡所有人都當沒事，但有沒有事不是靠嘴巴說的。那個被拖行的身體，幾秒鐘裡經歷的本能恐懼，他不會因為一句沒事就真的消失。很多人在討論這個人是不是故意的。說實話，那個動作的連貫性，那個用力方向的一致性，如果說是無意，
那得需要多高的巧合密度？換個角度想，就算真的是無心，一個成年人在遊戲裡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到這種程度，本身也是個問題。但更該被談論的，或許不是那一角，而是整個場域裡沒有一個人站出來。有時候，沉默才是最大的共謀。在多人參與的互動裡，這種沉默會反過來賦予暴力合法性，讓它在下一次遊戲裡以更自然的方式重現。黃曉明最近那個綜藝，有人當面跟他說：“你這都埋半截了。”說這話的不是別人，是向佐。向佐這人跟前輩說話向來沒個把門的，這句玩笑放在普通人身上都要翻臉，何況黃曉明這種咖位的前輩。但黃曉明當時反應挺有意思，沒發火，也沒硬接這個梗，就是笑了笑，把話題帶過去了。這種應對其實挺老道，你要是認真了，反而顯得玩不起；你要是附和了，又坐實了那個調侃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當沒聽見，用微笑蓋過去。向佐這麼說，可能真覺得是開玩笑，但問題是，這話裡帶刺，不是熟到一定程度很難接住的。況且黃曉明比他大不少，在圈裡地位也擺在那。在綜藝這種公開場合，開玩笑的邊界往往比私下窄很多。攝像機拍着，每一句話都可能被放大。向佐這種脫口而出的方式，風險挺高的。黃曉明的反應反倒給很多藝人上了一課。不是每個冒犯都值得反擊，有些時候，沉默和微笑才是最高級的回應。同行之間，摔摔打打的是常有，但那天的動作看着就不太對勁了，直接上手扯頭套，連着頭髮一起拽，丁程鑫的脖子當場就紅了一片，腫起來的那種。這個力道壓根沒打算收着。怎麼說呢？打打鬧鬧起碼有個分寸。可那次明顯越了界。突然想到，頭套底下是連着髮根的，這種扯法真不怕出事。頸部的皮膚薄，毛細血管多，外行可能覺得沒什麼，但稍微懂點人體結構的人都知道，那片紅腫只要再用點力，皮都可能破。這種事在鏡頭前發生，後續處理也足夠微妙。拍戲時候的意外，有時候真的挺難防的。但難防歸難防，出了事之後的態度才是真正讓人揪心的點。那個場景是場對抗戲，張彬彬就這麼受傷了，不是小磕小碰，是正兒八經的傷到了。按理說，搭檔受傷了，哪怕再不走心，也得有個基本的道歉流程吧。但有人偏不僅沒有道歉，還理直氣壯地甩出一句：“那你當時不說？”王鶴棣身邊那些人差不多湊齊一個內娛受害者聯盟了。他出道這些年，合作過的演員、搭檔過的同事，沒幾個能全身而退的。有人被罵到關評論，有人被扒出陳年舊料，有人莫名其妙成了輿論靶子。這哥們像自帶風暴體質，走到哪兒的平靜就被攪得稀碎。不是說他故意搞事，他拍戲挺拼的。綜藝裡也是真性情那一掛，但就是有種奇怪的磁場，只要跟他沾邊，周邊的空氣就開始變得微妙。之前那個女演員跟他合作完，直接被全網審判演技，連帶着早年採訪都被翻出來逐幀分析。另一個男演員本來路人緣挺好的，跟他同框幾次，評價就急轉直下。用飯圈的話說，這叫腥風血雨體質，但受害者們確實有點冤，人家可能什麼都沒幹，就是跟他站在一起就被捲進漩渦裡了。這是挺有意思的，到底是王鶴棣本人有什麼問題，還是這個圈子本來就敏感，他只是那個引爆點？說不好，但受害者聯盟的名單確實在變長，自己平時對別人重拳出擊，怎麼到了自己這兒，連句諧音梗都受不住了？這事兒挺有意思的。
網上那些罵戰，一個個都是戰神附體，鍵盤敲得飛起，對天對的對空氣，什麼難聽說什麼，什麼狠話都敢往外甩。完了還要補一句我就開個玩笑，或者你玻璃心。輪到別人用個諧音梗調侃自己一下，急了，真的急了，跳出來說你人身攻擊，說你沒素質。這就好比什麼呢？好比一個人在菜市場賣豬肉，天天掄着砍刀剁骨頭，嘴裡還罵罵咧咧，結果路過的狗對他汪了一聲，他嚇得把刀扔了，說這狗好可怕。不是說好了大家都是鐵血真漢子嗎？怎麼狗叫一聲就慫了？我觀察了很久，發現這種人有個特點，他們在攻擊別人的時候，腦子裡有一套完整的邏輯閉環。這套邏輯的核心就一句話：我罵你是你活該，因為你看不慣我，因為你跟我觀點不一樣，因為你戳到我了。反正不管什麼原因，罵你就是正義的。但攻擊落到自己頭上，邏輯就變了，變成你憑什麼罵我？你算什麼東西？你懂什麼？說到底，不是雙標的問題，雙標只是表象，本質是缺乏真正的自信和安全感。真正自信的人，不會因為一句不好聽的話就炸毛，他能接得住，他甚至可以順着你的梗往下玩，他會覺得你這招挺有意思，然後用自己的方式化解掉。而那些平時重拳出擊的人，其實內心虛得很。他們罵人不是為了表達觀點，是為了找存在感。一旦別人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他，他的存在感就被挑戰了，他慌了。所以你看，網絡上那些戾氣最重的人，往往也最脆弱。他們用攻擊性築起一道牆，以為能保護自己。結果發現牆只擋得住別人，擋不住對面的炮彈。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吧，只是沒想到自己先破防。不過換個角度想，這也算是種公平。因果報應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今天你嘲笑別人的梗，明天輪到別人用梗來笑你的時候，希望你能接住。一夜之間，全平台掉粉超過20萬。這種極致的雙標，把路人徹底惹毛了。事情說起來其實挺簡單，某個大 V 一邊在直播間裡義正言辭地教粉絲要愛國，一邊自己偷偷把全家資產轉移到了海外。被發現之後，還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篇小作文，說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什麼人在做天在看，這腔調老派的像是從80年代的電視劇裡抄來的。粉絲不傻，評論區的畫風從支持哥哥變成了你倒是先把稅補了再說。不對，應該說粉絲的反應比預想中要激烈得多，他們直接取關，連解釋的機會都沒給。有一個做電商的朋友說，這種掉粉速度相當於一家中型超市的客流量突然歸零。他嘆了口氣，補了一句，這人要是提前1年把名聲洗白，或許還能多撐幾個月。但這話聽着像在替人可惜，實際上惋惜的反面是他自己見過太多類似的操作。人設這東西，見的時候靠的是真誠，但他的時候往往只需要一個雙標就夠了。說來也怪，這種雙標在互聯網上幾乎是自帶放大效應的。你誇自己100句，沒人記住，但你做了一件前後矛盾的事，所有人都會跑過來圍觀。圍觀就算了，還順手截圖，做成表情包，全網傳播。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社會性死亡吧。不過仔細想想，這件事最值得玩味的地方，不是掉粉本身，而是那個轉瞬即逝的信任。粉絲曾經願意掏錢花時間為他罵架，但一旦發現對方的言行對不上號，連一個緩衝期都沒有，直接變成最決絕的陌生人。這種關係，說好聽點是偶像與粉絲，說難聽點，其實就是一場買賣。你提供情緒價值，我付出忠誠。
買賣出了問題，當然要退錢、退人、退態度。就連他爸爸的店都因為他遭了殃。不舒服文學瞬間成了全網玩梗的素材。不對，應該說他早就不是文學了，就是一塊扔進輿論場的石頭，盪開的漣漪能把躲在幕後的整個家族都拍濕。那家店我路過好幾次，裝修挺講究，菜單設計一看就是花了心思的。可現在門口掛着的牌子都比以前暗淡了幾分，像剛挨了場暴雨。這種梗的傳播速度比黃牛搶票還快。頭天晚上有人截了圖，第二天上午就刷成了社交媒體的背景板。你打開任何平台，鋪天蓋地都是模仿句式，好好的句子非得塞進那股擰巴勁兒裡。有人拿它寫簡歷，有人拿它寫分手信，連小區門口賣煎餅的大爺都學會了一句，做出來的煎餅果子都比平時多刷了2層醬。但真正讓人後背發涼的是那些順着網線摸過來的偵探，他們翻出這家店3年內的差評，扒出股東變更記錄，甚至有人分析了店鋪周邊房價的走勢，試圖證明這家店從一開始就不該開在這兒。每一個看似無關的細節都被串聯成了一條指向活該的證據鏈。沒人關心那家店的麻婆豆腐到底好不好吃，它變成了一個符號，一個用來宣洩情緒的靶子。那個當爹的估計到現在都沒想明白，自己老老實實做了20年餐飲，從切菜配菜一路幹到連鎖店老闆，怎麼兒子在屏幕前說了句怪話，整個生意就跟被抽了地基似的，晃得站不住腳。這種連帶效應有點像老社區裡那種一燒一整片的筒子樓，一家電線短路，整層都得跟着冒煙。現在很多人拿它當職場黑話，用來諷刺那些曾經讓別人不爽的人。說白了，就是情緒宣洩。你以前讓別人難受，現在就別怪大家讓你難受。這場風波直接把他的路人緣打到了骨折價，從真性情變成沒禮貌，從耿直 boy 變成雙標怪，也就一頓飯的功夫。不對，應該說是幾場直播的功夫。他自己把那層濾鏡撕得稀碎。早期大家誇他敢說，現在回過頭看，那套邏輯就是個篩子。別人說話稍微帶點刺，他立馬炸毛，指責對方不尊重他。輪到自己開火的時候，那叫一個行雲流水。末了還要補一句：我這人說話直。合着直這個字是他私人定制的特權卡。雙標這事兒吧，放在生活裡人人討厭，放在公眾人物身上就是硫酸。他腐蝕的不是他的形象，是他和觀眾之間那點本來就脆弱的信任契約。觀眾又不是傻子，捧你是因為你看起來真實，結果發現你的真實只對別人有效，對自己永遠是豁免的。一句話總結，他的耿直本質是個管進不管出的單向閥。現在閥門口徑被曝光，流量自然就漏光了，事業遭遇重創，口碑跌入谷底。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一個隱藏了10年的秘密突然被扯到了台前。03前段時間，狗子劉大錘的一則直播爆料，再次把王鶴棣定在了熱搜上。王鶴棣藏了一個人10年，劉大錘那邊放出來的料，說是從學生時代就在一起的圈外女友，叫劉毅。這名字聽着挺普通，擱人堆裡不一定找得着。可就是這麼個人，愣是讓他藏了10年，一點風聲沒漏。不對，應該說漏過，但沒人當真。那時候他還不是現在這個王鶴棣，剛出道，演了個流星花園，紅是紅了，可根基不穩。圈裡這種事多了去了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最後都不了了之。10年是什麼概念？從高中到大學，再從素人到頂流，中間跨了多少道坎？2個人能撐下來，靠的肯定不是網上那些甜言蜜語。說的難聽點，
娛樂圈的感情有時候比紙還薄，可他們這張紙愣是沒破。劉毅這人，網上信息少得可憐，就一張模糊的照片，還是路人拍的，側臉看不清五官。但有人說他長得挺舒服，不是那種網紅臉，這倒有意思。王鶴棣身邊來來去去的漂亮面孔不少，他偏就守着一個素人。這種選擇放在這個圈子裡，多少有點反常。要麼是感情深到一定程度，要麼就是對方手裡握着什麼，不能這麼想，這麼想太陰暗。狗子那邊說，這姑娘一直在他身後，沒名沒分，也不鬧，逢年過節兩個人就找個地方待着，跟普通情侶似的。王鶴棣工作忙，他就等着。這種等待，用我們行話講，叫熬鷹。2016年的事，那時候選秀節目正熱，一堆人擠破頭想出道，他就這麼進去了，帶着點稚嫩和緊張。結果呢，網上全是嘲諷的聲音，說他唱歌跑調，說他表情管理失控。那會兒他走在路上，估計都有人指指點點。不對，應該說這些嘲諷反而成了他的燃料。後來爆紅的那個瞬間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當初嘲笑他的人還在翻舊賬，但流量已經無情地轉向了他。時間這東西挺有意思，它會把以前那些刺耳的聲音變成背景音，然後你發現那些當初最用力踩他的人，後來也開始跟着節奏哼他的歌了。這段感情據說是貫穿始終，長達10年，甚至有爆料稱，早在2025年初，王鶴棣就因為想和這位素人女友結婚。娛樂圈的愛情故事，見怪不怪，但10年這個數字擺出來，多少讓人有點愣神。10年是什麼概念？差不多是一代人的青春期。一個當紅小生，身邊從來不缺誘惑的那種。能維繫一段感情這麼久，要麼是這人軸得厲害，要麼就是真動了心。爆料裡提到2025年初他想結婚。結婚啊，在事業巔峰期談結婚，對一個靠流量吃飯的明星來說，基本等於自斷經脈。粉絲會跑，資源會掉，公司會急，但他就是想結。這背後傳遞的信息很明確，他做好了承擔後果的準備。不對，應該說，他可能根本就沒把後果當成一個需要權衡的問題。素人女友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他的生活圈子跟娛樂圈八竿子打不着，沒有曝光需求，沒有炒作動機，不會在社交媒體上搞小動作。這種關係，乾淨是乾淨，但脆弱也脆弱。因為一方在名利場裡打滾，另一方在正常世界裡過日子，時間長了，兩個人聊的話題可能會變成平行線。但假設爆料屬實，10年都沒斷，那就說明這條平行線還沒走偏。也可能是女方足夠穩，能接住他那些亂七八糟的行程和情緒，也可能是男方足夠清醒，知道台面上那些光鮮亮麗的東西，跟家裡那盞等人回來的燈，分量不一樣。這個圈子每天都有新故事，但很少有一個故事能用10年去寫。王鶴棣團隊至今沒正式回應，不回應本身就是一種態度。要是否認，垂死後患無窮；要是承認，等於給所有女友粉遞刀子。所以沉默，讓他們去猜，熱度自然就散了。但爆料方既然敢點名道姓，手裡總歸有點料，就看後續會不會放實錘。一個男演員在30歲之前想穩定下來，這在普通人的生活裡正常的不能再正常，但在粉絲經濟主導的娛樂工業裡，這卻成了一個需要反覆權衡的冒險。這本身就是一件挺耐人尋味的事。王鶴棣和他經紀公司吵起來了，吵得還挺兇，不是那種小打小鬧，是那種能賺到外面，讓人拿來當談資的激烈爭執。所以之前那些傳聞，
說公司一直壓着他不讓公開戀情，現在看來不是空穴來風。公司那邊大概是想把人設捏在手裡，流量明星嘛，情感狀態最好永遠是薛定諤的單身。但王鶴棣這個年紀，血氣方剛的，你越壓他越反彈，憋着一股勁呢，遲早的炸。這段戀情的傳聞其實不是平白無故冒出來的。2018年那會兒，他被拍到去劇組探班，次數還挺多。2020年，兩人被拍到同行，照片裡看着挺自然。最錘的一次是2025年8月，一段長達27分鐘的酒店吵架錄音流出。錄音裡女方的聲音很有辨識度，就是那種歇斯底里到嗓子快劈叉的音色。男方倒是淡定，全程就幾句，重複度極高。聽過的人基本都站男方，不是因為他有理，而是女方的邏輯鏈條完全斷裂。從懷疑出軌直接跳到你為什麼不給我買包，中間沒有任何過渡。這種吵架方式在正常人的世界裡屬於降維打擊。不對，應該說在正常人的世界裡，這種對話根本不會發生。正常人吵到第3分鐘就該有一方摔門走了，但他們能持續27分鐘，說明雙方都默認了這種交流模式。這讓我想起以前在工廠車間見過的那種老式衝床，每次衝壓都帶着巨大的響聲，周圍的工人居然能面不改色地聊天。不是他們聽力好，而是他們已經把那種噪音從意識裡屏蔽了。錄音裡的兩個人大概也是這樣。27分鐘的錄音，女方的核心訴求其實就一個：你要證明你愛我。但男方給出的所有回應，車輛定位、通話記錄、消費憑證，他全部不接受。他要的不是證據，是一種無法被證據化的東西。這種東西你說他有，他未必有；你說他沒有，他又在每一次爭吵裡被反覆強化，到最後變成一種雙方都堅信不疑的默認協議。吵架不是解決問題，是維持關係的日常儀式。有意思的是，錄音最後10幾秒，女方突然安靜下來，問了一句話：你是不是覺得我很煩？男方沉默了3秒，說有點，然後錄音就斷了。一段錄音流出來，女方情緒明顯失控，反覆強調2個點：在一起10年，你以前不是這樣的。10年是個什麼概念？大多數人換個工作，3年就算老員工了。10年意味着從20出頭熬到30多，人生裡最值錢的青春全砸進去了。他說的你以前不是這樣的，其實是在控訴一個東西變化。人怎麼可能不變呢？但問題在於，他接受不了這個變化的方向。這事要是換個角度看，可能沒那麼簡單。女方這麼崩潰，不只是因為感情沒了，10年沉默成本太大，大到他沒法理性止損。有時候人就是這樣，越投入越不敢放手，到最後成了一種賭博，賭對方能變回以前的樣子，賭自己還能贏回來。但感情這種事，哪有賭贏的？說實話，我要是他，估計也冷靜不了。10年青春餵了狗，換誰都難受。可難受歸難受，真正該想的問題是，那個以前的他到底是真的，還是你幻想出來的？那個錄音流出來的時候，工作室倒是反應快，立刻就發了澄清，說錄音是被人惡意剪過的，裡面的女生也根本不是外界猜的那號人物，就是工作室一個普通員工。劉大錘在直播間突然改了口，說的板上釘釘。他講那兩人不僅還在一起，感情甚至一直保持着一種分分合合的節奏，延續到了現在。合着之前的消息全是煙霧彈？不對，應該說這圈子裡頭的事本來就沒什麼定數。之前各種分手傳聞滿天飛，現在又來了個反轉。你仔細琢磨他那個表述，有分有合。
這詞用得挺妙，既是過程也是狀態，說白了就是沒徹底斷乾淨，也談不上多穩定。當然，這就是人家吃飯的本事，隔段時間丟個話題出來，流量自然就續上了，甚至放出狠話，100%沒分，可以為自己說的話負責。消息一出，網友的反應出奇的一致，一邊是反覆無常、前言不搭後語的狗子，一邊是始終沉默、公關話術滴水不漏的工作室。王鶴棣這輪操作，瓜熟不熟先放一邊，但痴情種這個人設，輿論是給立住了。回看這條線，就像一場從頭到尾就沒按劇本走的真人秀，開場是頂配，後面全是意外。不對，也不能說全是意外，那可能更像是觀眾情緒被反覆拉扯的結果。一開始資源雜得很，鋪天蓋地的宣傳，所有人等着看一個頂流誕生。然後突然就啞火了，熱搜上那些事說不清道不明，但都往一個方向指。這圈子就這樣，人設這東西立起來快，碎起來更快。但王鶴棣這次有點意思，他沒急着解釋，也沒躲，就那麼扛着，像是在賭觀眾會信他。你說他聰明吧，這招挺險；你說他笨吧，好像又成了。輿論場從來不缺熱鬧，缺的是能讓人記住的故事。結尾停在那個瞬間，高開低走也好，絕地反彈也罷，反正故事還沒寫完。觀眾手裡的瓜保不保熟的，吃到最後一顆才知道。從四川樂山的民航學院走出來的空少，到一夜爆紅的古歐頂流，那個逆襲故事曾經是內娛最拿得出手的勵志劇本之一。沒有背景，沒有資本撐腰，全靠一個角色殺出重圍。這事放到現在，誰敢信？反正我不太信。說穿了，那2年他運氣確實好，遇到的角色正好契合了市場那陣子的審美口子，天時地利人和全湊一塊去了。不對，應該說他不光是運氣，他自己也真豁得出去。拍打戲不用替身，吊威亞吊到土，收工了還在那琢磨劇本。這圈子裡拼命的人多了，但拼得這麼扎實的不多。一開始大家把他當花瓶，畢竟那張臉先入為主，太容易讓人忽略別的。但後面幾部戲，他慢慢把花瓶標籤撕下來了。雖然撕得不算徹底，但至少讓人看到他不是只想吃青春飯。問題是，流量這東西來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他爆紅那會兒，代言、劇本、綜藝堆得跟小山似的，團隊也是攤，什麼都接，也不管質量。結果呢，口碑坐過山車，一部戲口碑崩了，連帶前面攢的好感都跟着掉。那時有人說是對家黑他，也有人說他飄了，到底是哪種不知道。但有一點很清楚，那陣子他的狀態不對，整個人肉眼可見的疲憊，眼神裡沒光了。一個演員眼神發虛，那戲還能看嗎？後來他沉寂了大概1年，很少露面，偶爾在社交平台上發日常生活，沒人知道他在幹嘛。有人說他解約了，有人傳他被封殺了，真是撲朔迷離的一段。等他再出來，是帶着一部小成本文藝片，票房一般，但口碑還行。他在裡面演一個落魄的底層小人物，鬍子拉碴，說話結巴，完全認不出來。大家這才發現，原來他真能演。但這條路走得還是太慢了，資本不等人，觀眾忘性大，他的位置早就被新的小生頂上了。現在他接的戲大多都是男二或者特出，番位靠後，也沒什麼宣傳費。不過這未必是壞事，很多爆紅又跌落的演員，最後都消失了。他至少還在拍，還在嘗試不同的角色。用行話說，這叫硬扛着沒糊。至於未來會怎麼樣，誰也說不準。這圈子裡
翻紅的故事也不少，但概率比中彩票還低。他要是能再等來一個契合的角色，說不定還能再衝一把。要是等不來，也就慢慢變成行業裡的老面孔了。歸根到底，這行是玄學，演技、運氣、人脈、時機，缺哪一個都不行。他手裡牌的不少，全看怎麼打。那時候大家都說，王鶴棣是民選的奇蹟。流量這東西，吃下去有多痛快，吐出來就有多狼狽。那聲不舒服說出口的時候，整個鏈條就開始崩了。不是突然爆炸，而是一塊骨牌碰倒另一塊，每一下都算得準，躲也躲不掉。成名時有多少人捧，反噬時就有多狠。速度不是一個量級的。一場跨年夜的唱歌視頻，直接把陳星旭和相交8年的沈月送上了熱搜。不是那種甜蜜互動，是實打實的社交地震。沈月當場黑了臉，那個表情，怎麼說呢？像是被人往嘴裡塞了顆沒熟的檸檬。我反復看了3遍那個片段，陳星旭摟着另一個女生唱得投入，沈月就站在2步遠的地方，手機舉着，拍也不是，不拍也不是。最後他把手機放下了，那個動作特別輕，但特別決絕。8年啊，不是8個月。一起從默默無聞到有姓名，一起扛過輿論風暴，結果一個跨年夜全給唱沒了。不對，應該說這壓根不是一首歌的事，這更像一根導火索，把陳星旭那些一直沒人明說的雙標習慣全給炸出來了。舉個例子，他能在採訪裡對沈月各種吐槽，說人家腦子慢，力氣大，語氣帶着點兄弟式的嫌棄。但換個女演員，他立馬變紳士，說話輕聲細語，主動幫忙拿東西，這就很有意思了。對熟人是一種標準，對不熟的人是另一種標準。用網友的話講，這叫窩裡橫。有人翻出前2年的綜藝片段，遊戲環節，沈月不小心踩了他新鞋，他當場皺眉，聲音都高了8度。後來別人不小心碰了他一下，他笑着擺手說沒事。這種細節單獨拎出來看都算不了什麼，但攢到一起就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了。其實沈月那邊也不是沒信號的。之前他發過一條微博，配圖是糊掉的夜空，文字只有2個字，算了。當時粉絲還以為是工作類的，現在往回看，那條微博下面全是預言家。圈子裡有個不成文的規矩，真朋友和表面朋友區別就在於能不能開得起玩笑，但玩笑過了界，那就不是幽默，是钝刀子割肉。現在兩邊團隊都沒出來說話，估計還在評估損失。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這段關係涼得比冬至的餃子湯還快。也不知道陳星旭回頭再看那段視頻，會不會覺得那歌詞挺諷刺的？對朋友沒輕沒重，對前輩口無遮攔，對同行下手不知分寸。等到別人一句玩笑話轉到自己身上，立馬跳起來說我不舒服。這種人其實心裡門兒清，不是不懂邊界，是故意不守邊界。在他們那兒，冒犯別人是真性情，自己被冒犯就是被霸凌。雙標玩得溜，本質上是一種權力遊戲，他要掌握冒犯開關的權限。他可以隨時打開，你必須一直忍着。一旦開關落到你手裡，他立刻喊停。這時候他不再講開個玩笑嗎？改口講尊重和底線了，挺滑稽的。他們的底線永遠在自己的腳底下，別人的底線那是要用來踩的。這種人要是混到圈子裡，就是個定時炸彈。你永遠不知道他下一句會拿你哪個痛點當談資。不對，應該說他永遠知道，但照說不誤。所以後來我學乖了。碰上這種人，不接茬，不配合，他開火，你就冷場，讓他那句玩笑掉地上，
摔個稀碎。幾次下來，他自己就覺得沒勁了。張新成和李蘭迪的10年戀情被狗子剝得像顆洋蔥，每一層都讓粉絲辣眼睛。他們合作的你好，舊時光太經典了。林陽和於周周，那是多少人心頭的白月光啊！劇裡演得有多甜，現實裡這層關係被捅破的時候，那股變形感就越強烈。不對，應該說是種錯位感。就是把你們最珍視的那段青春記憶，從架子上拿下來，啪嗒一下摔碎給你看。這種反差，遠比任何黑料都更趕粉。而這段被狗子反覆翻炒的10年戀情，更像一把懸在頭頂的雙刃劍。那個讓粉絲又愛又恨的家伙，現在被釘在了一個奇怪的十字架上。一邊是罵他裝單身騙感情，吃了幾年單身紅利，粉絲花那麼多錢打榜應援，結果人家孩子老婆熱炕頭。另一邊呢，反倒給他立了個痴情長情的人設，從校園戀愛走到結婚生子，10幾年如一日，這劇情擱偶像劇裡都能當賣點。虛偽、專一兩個標籤貼在同一張臉上，同樣一段故事，愣是被解讀出2個完全相反的版本。一邊覺得這人渣透了，一邊感嘆這男人真靠譜。王鶴棣這出戲演到現在，沒人敢說結局在哪兒。他手裡的牌，明面上看着不多，暗裡有沒有藏1張2張，還真不好說。跟電視台那邊的關係，據說是靠一部古裝劇才緩過勁來。那劇當初被罵得體無完膚，豆瓣評分到現在還沒及格，但偏偏靠着男主那股瘋批勁，硬是讓觀眾邊罵邊追，最後收視率還破了1。這種玄學，業內也沒法解釋。大家只知道，他好像總能在關鍵時候抓住一根稻草，但稻草終究不是鋼筋。今年那部緝毒片投入不小，陣容也拉得挺開，上映前宣傳鋪天蓋地。結果票房慘到讓投資方連慶功宴都沒敢辦。你說他演技不行，可他在綜藝裡演即興小品，一個眼神就能把旁邊的小鮮肉壓得接不住戲，偏偏一到大熒幕，整個人就鬆掉，像換了個人似的。團隊顯然也急了，最近接的幾個本子，清一色是男頻爽文改編，全是那種扮豬吃老虎的套路。不對，應該說是往最穩妥的商業路子上靠。但市場這東西從來不按常理出牌，你越是想討好他，他越是給你一耳光。看看隔壁那部掃黑片，男二是個18線開外的新人，就靠一張喪臉和幾句方言台詞，硬是搶了男主的風頭。現在娛樂圈就是這麼詭異，一個細節就能翻盤，一個失誤也能讓你摔死。王鶴棣現在需要的是什麼呢？1、2個能立住的口碑項目，哪怕只是網劇，只要評分上了8，就算穩住了基本盤。可問題是，好劇本從來不是菜市場的大白菜，何況他身上的商務代言綁得死死的，時間根本錯不開。有人說他該學學某些前輩，主動降低商務，專心打磨一部戲。但這話說得輕巧，換成你去簽了那些對賭協議試試看，違約金能讓你後半輩子全搭進去。所以這局棋說到底還是看命。逆風翻盤靠的從來不是努力，而是在對的時間碰上對的角色，連天氣都得配合。至於他現在手上那堆項目，也就那部跟資深導演合作的民國懸疑劇還有點意思。一切就看明年春天了。